你知道吗？此是少年第一关，此关不过，任他高才绝色都不得力。求名者，因好色欲而民必败；求利者，因好色欲而必丧利；居家者，因好色欲而家气必荒；为官者，因好色欲而官必堕。老话说，淫邪不解，人生不顺。为什么说万恶淫为首？淫邪的后果你承担不起。近几年随着许多明星落网，有关淫邪的讨论也越来越多。关于淫邪的危害，古人便注写了诸多的文章典籍揭露，并对后世进行警示。吕洞宾在《指玄篇》中有28家人体四苏，腰间杖剑斩渔夫，分明不见人头落，安里教君骨髓枯。认为淫邪如同一把暗处的剑，虽然看不见摸不着，但也能杀人于无形。而著名高僧印光大师也曾劝诫世人，天下有极惨极烈，至大至深之祸，动辄丧身殒命，而人多乐于从事，以身殉之，虽死不悔者，其为淫欲乎？聊斋志异中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。明朝的洪武年间，有一位教卓不群的书生，他天性聪颖，饱读诗书，周围的人都说他必定能高中状元。光耀门楣，卓不群刚中秀才没几天，隔壁就搬来一个寡妇。这寡妇生得眉目含情，身材窈窕，但年纪轻轻就失去了丈夫。每当这寡妇路过卓不群家时，经常用媚眼盯着卓不群。卓不群正是血气方刚之时，经不住如此诱惑。一天深夜，卓不群与同窗饮宴结束，走到寡妇家门口，见到寡妇家竟然还开着门，亮着灯。寡妇正坐在门口对镜梳理头发。寡妇见到卓不群仿佛醉酒模样，于是低头一笑走上前，依到他的怀里。这卓不群并非没有意识，只不过心中早已惦念此事多时，便借醉酒名义与寡妇成了好事。自此之后，两人是一发不可收拾，直接将两个院子中间连接的那道锁着的木门打开。一连2个月，两人每日都在卓不群家中私会。卓不群从此再也无心学习，身体也日渐消瘦。等到不久之后的乡试，卓不群果然没有考上。得知落榜的消息后，卓不群情绪激动，深感丢人，再加上身体太过虚弱，竟然猛地吐了一口血，再也起不来。没多久就撒手人寰，到了阴曹地府。卓不群控诉那寡妇的罪过，认为自己本不该如此短命。阎王却大手一挥，说了句贪淫而亡，死有余辜，便命人将卓不群带入畜生道。书中记载的一切后果是否为真呢？印光大师认为，最要人命的事就是淫邪。世人都希望自己平安健康，无病无灾，但对于如此毁身之事，大部分人却不以为然。人称药王的孙思邈也曾说，莫教引动虚阳发，经节容枯白病侵。流传至今的作品《金瓶梅》，作者是兰陵笑笑生，
由于书中描写极尽淫秽之事，使阅读的人翻阅后终日沉迷于各种不堪之事中，在无心政事，朝廷直接将此书列为淫书，禁止任何人印刷售买。俗话说，天道祸淫，其报甚速。撰写此书的作者兰陵笑笑生，子孙3代都成了哑巴，成才之人一个都无，5代后全部绝死。俗话说，色字头上一把刀，石榴裙下命难逃。很多人只图一时而快，而不顾后果，殊不知行邪淫之人损福最快，果报最为惨烈。有道是一人邪淫，全家遭殃。淫欲是最重的罪，邪淫损福严重，就像一个无底洞，自身的福气经过邪淫的消损，有多少福都要漏完，灾难离你也就越来越近。无论是家庭、身体、事业、财运，都会浮现邪淫带来的罪。所以减少邪淫，乃至断除邪淫，绝对是改变命运、改善人生的重要一步。邪淫之所以有一个邪字，是因为它不正经，并有一种邪气歪念在内。行邪淫的人久而久之也会被邪淫的邪气歪念所同化，变成邪人。那么邪淫者的邪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？女色接近多的人，从脸上就可以看出来，淫邪的经历和恶果会写在一个人的脸上。好色纵欲的人也最容易感召各种业障灾祸，慢慢的小病积累成大病，最终无法根治，也会影响周围人的福报运势。根据古人医学著作中的种种表现，总结出了辨别好色之徒的几种方式。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俗话说，磁场是一个人的风水，一般的淫邪之人，不管藏得多好，都会从脸上显露出来。邪淫者长期看淫秽视频和读物，其思想会变得邪里邪气，一些邪淫者的脑子里全是淫秽的念头，久而久之，人就会变得病态，容易心理扭曲和患上一些常见的因意淫导致的肾虚、前列腺炎等疾病。如果一个人沉溺意淫或淫邪行为越剧的话，久而久之，样貌也会变得邪里邪气。邪淫者因为长期的邪淫，他们会有一张满是邪气猥琐的脸，给人留下不好的印象。按照佛教理论来讲，业障越深重的人，淫欲心也会非常深重，还容易被一些有邪气的阴性生命所惦记。因此跟这种人交往一定要万分小心。邪淫的经历和恶果会写在一个人的脸上，稍微会看相的人都知道该人的命运开始走下坡路了，人也会变得怪异与倒霉。当一个人因淫邪而被大大削减福报的时候，就会出现很多倒霉与灾难。这是因为善神离去，冤亲债主找上门的一种表现。与之交往的人也会沾染上非常严重的果报。《黄帝内经》把这种人描述为独壁虎色诱而出，是指无论男女在耗费大量的元气之后，就会精华耗尽，生机阳气匮乏，使胃经气血大量损失，身体亏衰，
邪淫之后便是长久的空虚与痛苦。从中医角度来看，人体的能量大量丧失，通常都会有一种身心空虚、情绪低落、身体疲劳的感觉，很难提起精神进行深度思考，乃至于生活杂事等等都会感到力不从心，人会变得消极低落，这会影响人的工作和家庭。邪淫是徒增烦恼与痛苦的毒药，有可能会因此痛苦缠身，最后陷入更加痛悲惨的境地，这是得不偿失的。邪淫会把一个正常人变成邪人，不管是从思想还是行为上，都会沾染上邪淫的邪气，这是十分恐怖的。淫邪多的人一般很容易看出来，一些邪淫者的身体会不对称，因为长期的邪淫导致肾精流失，邪淫者的身体骨架会变得瘦小，有些地方会不对称，如左右脸不对称，某些部位一大一小，严重的话会有不同程度的畸形。他们两眼无神，阴下青瘀，眼圈发黑，面色枯黄，口中干燥没有津液，这是由于人的中气不足，脾胃之气就会衰败，而脾胃气虚，一来会导致饥饿感，二来会导致人的食欲低下，吃饭不香。所以好色之徒往往会暴饮暴食一些重口味食物，比如麻辣烫、辣椒、烧烤等。由于人的种种活动都是靠着阳气来驱动，而只有这些味道比较厚重的食物才会让他们感觉到嘴里有滋有味。不过长此以往，人的状态会逐渐萎靡，甚至唾液都是有臭味的。一个人在心神肮脏晦暗、肾精元气亏损的情况下，头发常肮脏油腻、暗淡而无光泽，疲态常显，眼帘时常半闭，没有精神。这种情况下，业障就会越容易显现。从中医角度来看，之所以说色自头上一把刀，是因为肾主骨生髓，肾气通于脑气，所以淫欲过重的人往往都不会有什么好结局，反倒是那些心神清净光明的人，内心清净无杂，肾水自然充足，身体元气充沛，记忆力和思维能力也很强。因此远离邪淫是每个邪淫者当务之急的事，千万别等到真的变成了妖魔鬼怪后才醒悟。所以佛教提倡一种做法，那就是除淫即净身。可见一个人的贵贱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，如果能早早地发现自己身上重淫欲，及时临渊之退，迷途知返，那么就能早日避免冤亲债主找上门。淫邪是佛门当中最重要的戒律之一，对人的精神和形体的影响都很大。佛经早就说过，现代是简洁时代，因此现代人的福报远逊于先人。如果凡夫俗子起了淫欲之念，就会飞蛾扑火般的去想方设法满足自己的淫欲。一般来说，越是贪淫好色的人，越容易多病夭折，子孙断绝，家道败落，凶危多难。尤其是当代人的福德一代不如一代，人的淫习偏重，厄运会频频降临。你是说
天下多半的人都是未尽天年而提前往死的。淫欲心过重，不仅会以损耗精力让身体变差，还会使前世修来的福禄被过多消蚀，且在冥冥中还会犯因果，招厄运。正所谓福祸无门，为人自照。古人一直坚信宣传写作、看客、买卖、阅读隐晦小说会招致恶魔，阴邪的念头一起就难逃鬼神的走法。因为纵欲则身体亏损，姑且不论，只看写出《金瓶梅》的兰陵笑笑生，在书中写了几千字少儿不宜的内容，其子孙三代皆为聋哑人，并且后代均不成才，就不难理解文人学究们为何会鬼淫了。周坦然的《赖古堂藏书》中载，风水中建筑的方位、布局和人的协调关系，关乎着一个家庭的健康和财富运势。房宅有40吉祥项，不结得来的人和物都会打破住处的阴阳平衡。其中有一项就是案头无淫书，可见淫邪的危害有多深。淫邪重的人，阴气也重。道教中人讲，人体内有3尸虫，其中上尸虫贪着金碧辉煌，喜好金银财宝；中尸虫是喜好吃的，贪食一切口腹之欲；下尸虫则喜好男女色欲。如果你哪一方面的欲望重，体内哪一类的3尸虫就越多。如果对此不以为然的话，体内的虫子吃了人的元精气神后，排出的排泄物就会盖住人的精气神。如此一来，人的浊气越重，灵性就下降了。命理学中说，八字弱的人一好女色就倒霉。众所周知，人的种种活动都是靠阳气来驱动。长期邪淫者因为乱搞男女关系，体内阳气会渐渐褪去，阴气渐渐增长，肾经元气亏损，身体萎靡不振，甚至容易被一些有邪气的阴性生命惦记，这都是生机阳气匮乏的缘故。当邪淫者沉溺于邪淫时，如同一粒种子撒在地里，那些感召的事物也不是好的，上影响九族，下影响无量子孙，因果一定会加倍偿还你。古人深受斩3尸而后成大道的说法，所以所有的修行人都有物质享受、口腹之欲以及男女情欲方面的诸多戒律，堪称修行中一个又一个大难关。除此之外，还有辟谷服气、符咒、服药等方法来消灭3尸。道教劝善书《太上感应篇》中提到，天地有思过之神，一人所犯轻重，以夺人算。口讲邪淫的话，心里起邪淫的念头，都会被3台北斗神君在人的头顶上根据恶念恶行夺取寿命福报，罪过大的就会被夺除12年寿命，过失小的就会被减去100天的寿命。与此同时，意念也是罪孽的种子，如果平时积累仁德与功业，对万物有慈悲心，那么善报就会生根开花结果。如果对不正当的事动念头，违反事理做事，那么恶报也会迟早降临。总而言之，
这都是邪淫者自己一手造成的。由于邪淫泛滥，为自己的私心而废弃了公理，就会变得贫穷家破，经常遭遇忧愁灾难。不仅祖宗留下的福音会大打折扣，而且死后余下的罪责会殃及到子孙。这血损斩怎不叫人毛骨悚然？等到刑罚和灾祸都随之而来的时候，也就是你前世修来的福禄被剥削完的时候，看到这里，你是不是很想知道什么叫邪淫？没有实施具体的行为算不算邪淫？邪淫分为3种淫。第一，意淫，并未做错事。我们都知道于敬义公欲造神迹，这个也是在佛教圈里面流通量比较大的，也没做太坏的事情，就是抑恶导致他几个儿子最聪明的走失，儿子死的死，还有一个女儿傻。他一天未给灶王爷写这个书文，就说他做什么错了。最后灶王爷跟他聊天所记录的东西，原来是意恶，就是我们谐音里面也有一个意淫。什么叫意淫？比如网络上面观看黄色录像、黄色文章、黄色图片，脏我们的眼睛，坏我们的脑袋。为什么？你有意识的去点，你要控制不住点，这就是意恶，意淫就已经产生了。咱们最容易犯的现在就是网络，手机都有，都能上网，随时都能点开，这是意淫。第二，淫心，随时都想控制不住，只要一个人一出差就想嫖娼，就想找小姐，看见美女就想跟人家联系，谈论淫秽内容的话题，黄色笑话，写淫秽文章之类等等。第三，行淫，淫心来了就彻底崩溃，就变成行淫了，包括自淫与淫它2种，婚姻之外的与异性的两性关系，如婚外恋、一夜情等等也就开始了。那个时间就是下半身运动了，没有一点天性的脑袋在里面。佛讲的佛性，神讲的天性，孔老夫子讲的人性就全没了。所以这个是非常可怕也非常严重的事情。以上3种最为普遍的就是意淫，意淫控制不住就会往下发展。最好的修身就是不犯邪淫。第一，为了给太太负责任；第二，不给祖先蒙羞；第三，作为男子、女子都应该洁身自好，这也应该是德之根本。万恶淫为首，论己不论心。淫心是如何产生的？它对身心修养有何影响？作为生活在尘世中的人群，淫心是无法逃避的一部分。每当思想中产生一丝情感波动，淫心就会被渐渐唤醒。若是意志力不够坚定的人，则会被其轻易控制，纵欲在肉体之上释放自己的欲望。有的人认为，即使自己纵欲其中，那也是风流倜傥的翩翩人士。人在世苦难多多，为何不能随心而动，放飞自己的心灵和肉体？实则不然，邪淫自古以来都是国家大忌，而意淫则最容易犯。一旦产生了淫心的念头，那么就会在内心里种下罪恶的种子。
如果没有坚定的意志力，它们就会轻而易举地生根发芽，待到欲望爆发临近点的时候，它将会迅速开花结果，给你的身心带来无限的摧残。例如，若是一个经常纵欲过度的人，他的运气一定会变得很差，身上穿的衣服会不明不白的破损，买到的物品也都是一些残次品，吃的食物也会变得不干净。因为内心的邪淫过盛，所以会经常感召很多脏东西，遇到一些说不清的怪事。这些经常纵欲的人也会变得自闭，他们一般会居住在阴暗狭小的地方，总是一个人沉浸在自己的世界。古语云：邪淫者，命中三途，犯邪淫而不改者，死后将进入三恶道受报，堕入地狱，必受无量苦。犯邪淫会对自身的修行造成极大影响，不仅德行会因此遭到破坏，后世也会因此遭受诸多不明冤屈。积善之家必有余庆，积恶之家必有余殃。过度纵欲，人淫心肆意发展，即是对于邪恶的助长。因此，为了给自己的身心营造一个清净平和的环境，我们应该保持坚定的意志力，将内心的邪恶念头彻底扼杀在摇篮。平日里通过自省来剔除邪念，以此能够快速稳固地积攒福德。所以不要被疑心纵欲控制，一时的舒爽将会带来无尽的耻辱。只有摆脱欲望的掌控，才能为未来美好的生活做保证。酒色财气歌曰：酒是穿肠毒药，色是刮骨钢刀。不论是佛教还是道教的戒律，都视其为修行大忌。一旦沾染邪淫，便会万劫不复，一生都会生活在祸患的阴影之下，给自己和周围人带来无穷的祸患。佛曰：淫心不除，尘不可出，纵有多智，禅定现前。修行之时，若是淫根不断，那么将会对于过往后的道路造成加大困难。所谓淫根，即为每个人潜在的意识，而淫根压制容易断除难。若是要斩断自己的淫根，那么只能等到四禅定时才能断除。南师曾说，如果以淫欲之身来证佛果，纵使稍有所悟，也都是淫根。若是不断除自己的淫根，那么即使最后成就大道，也定然不会超凡脱俗，成就一生的大智慧。因此，若想把邪淫的欲念净化，就要拥有一颗镇定的心，保持相当坚定的意志力。当修行打坐的时候，我们心理和生理都不得清净，念头也变得一团乱麻，这都是由于精气外泄的缘故。只有将六根收敛起来，才能避免精力的过度损失，防止精气神逐渐的匮乏。那怎么做才能保证自己的精气充盈不泄，邪念不生呢？南怀瑾告诉我们，每当春意荡漾，欲望横生的时候，首先要镇定自己的心神，让自己提起压制欲望的注意力，同时坐起来用手指抓头，像耙子耕地一样捋自己的头顶，然后按摩太阳穴和后脑的部位。过不了一会儿，自身就会感到心无杂念，
轻松自在，脑袋也会瞬间变得清醒许多。之后可以摇摇头，转转眼珠，然后进行多次的深呼吸，找个平稳的位置打坐并放空大脑。这样不仅可以起到稳固心神的作用，而且对视力健康也有一定的好处。在平时也要注意排斥负面信息，不去主动接触那些引动情欲的东西，也不去理会各类情绪陷阱的诱惑。日常的饮食习惯也要保持清淡，毕竟饱暖思淫欲，酒足饭饱之后总会想东想西，而荤腥之物是最勾人情趣的，所以合理的饮食结构十分重要。淫邪不解，人生不顺，淫邪的后果你承担不起。邪淫极其耗费一个人的心神，每一个纵欲过度的人总是提不起一点精神来，成天浑浑噩噩，死气沉沉，就连寿命也会变得比别人更短。难道邪淫带来的危害他们不知道吗？他们自然知道，邪淫难戒，人尽皆知。它就像一双无形的大手，当你产生欲望心思的时候，它就已经牢牢抓住了你的内心，犹如复古之躯一般，极难摆脱。你要相信它无处不在，甚至就藏在你的心思。因此，成为一个清心寡欲的人，就是去除淫心的关键。所以在平时就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尤为重要。情欲都是由于情绪的带动而产生的，所以少吃一些带有刺激性的食品，多吃一些新鲜瓜果蔬菜，便可以有助于情绪的稳定。例如木瓜、香蕉、黄瓜、萝卜等，它们往往会有多种维生素，有助于大脑的发育和心神的稳固，对常常胡思乱想的人很有帮助。平日里的主食也要选择粗粮，例如玉米、大豆、燕麦等，或水煮，或清拌，或小炒，或熬粥，不要放入过多的调味食品，宁可清汤无味，也不要重盐重辣。总之就是尽可能的清淡一些，这样才能吸收掉其中富含的营养物质。如今人们生活在压力巨大的社会中，长期的饮食不规律以及使用垃圾食品，使得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患有肠胃疾病，而且身体十分虚弱，精神也变得萎靡不振，不仅心理负担十分巨大，就连身体负担也变得越来越重。这也使得纵欲成为了释放压力的依赖。所以我们不妨先试着管理好自己的口欲，拒绝长期大鱼大肉的生活，也不要饥一顿饱一顿的无规律饮食，给自己指定一个生活计划表，每天坚持完成规定的任务。饮食上坚持营养均衡的搭配，配合着适当的户外运动，不要熬夜和抽烟酗酒，减少垃圾食品的摄入，每天保持一颗积极健康的心态做事，集中精神去面对周围的人，或许建立起拒绝邪淫侵扰的思想观念，这样才能使自己的日常生活和修行之路变得格外通畅。相信人生也会迎来新的高峰。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，
回复一句心向光明，远离邪淫。愿你戒色修心，守护内心安宁，迈向美好人生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。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传播善知识，功德无量。